他在那边。是咱们的不正，我的可以看呀。你的可以看。对，那就可以了，那可以了。我的可能刷不出来。我的是正常的。我也刷不出来。古天一的视频号，这是我的。对。我的也刷不出来。你看。啊，可以了，可以了，开吧。我的可能是网速远。好，那我们正式开始直播吧。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时隔3个多月，又跟大家见面了。对。这次是古天一的2023年春季拍卖会现场。那么下面我们会带着大家来看看整场的拍卖情况。大家导览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主要有一些拍品，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有几个专场。有6个专场，分别有这个缘起藏传佛教艺术，还有万古就是传统美学，对，然后玉器呢是2个专场，然后一个是古玉，一个是古玉，一个是明。然后还有一个专场是自有乐处，对，文房专场，对，还有一个瓷器的专场，瓷器专场。好，那我们是现在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首先开始的呢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缘起这一场。这一场呢，我们是依然这是和以前一贯的这个风格是一样的，主要还是以喜马拉雅的这个纯粹的西藏的造像为主，有一些唐卡呀、造像，还有一些法器，一共是有69个标的啊。好，我们首先看到门口这一件是非常特殊的一张唐卡，尺寸呢也是很大啊，尺寸巨大。我们看它的这个画面内容呢是很特殊、非常少见的，是上排呢是有16位菩萨。它是两边这个往中间聚的，然后底下呢，它是一些黑色的动物，这种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唐卡呢，是当时的一种密供类的唐卡，是挂在护法殿非常有特殊作用的一种唐卡，还是很少见的。它这种唐卡跟一般的唐卡制式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很少见，一般也是主要挂在护法殿里面的。就是使用环境上也有很大区别。对，好，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件非常优美的这个一个菩萨的站像啊，虽然它是这个垂叠的，但是其实在当时来说，一个垂叠的造像要比铸造的造像来说难度更高。它是一整张的这个铜皮，然后从里边要敲出来这个它的造型，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力度的大小啊，对于它来说，技术要求都很高的。我们看它的这个尺寸是首先是非常大的，它是有70公分高，这个尺寸就是在垂叠造像里面是很少见的，然后看它这个站姿呀，还有造型都是很优美的，很有力度的。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镶嵌都是这种原装的，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
重点关注一下啊。这种是作为装饰性来说，大家都现在尤其喜欢在家里面做一些装置类的这个陈设啊，这一件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我们继续往里走啊，像这一件也是比较优美的，它是一个杜母，4臂的一个杜母，4臂杜母，对，手里面捧着一个宝瓶啊，就是它这种残缺的这种造像呢，其实就像西方的雕塑这个断臂维纳斯一样啊，它是有一些特殊的美在里面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有这一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这种就是也是垂叠的啊，也是垂叠的，就是整体的立体性，包括它这个高度，也是非常优美的。这种都是尼泊尔的造像啊。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看一下这张唐卡。这张唐卡其实，综合来说，这张唐卡也是品级蛮高的。它是一张护法唐卡啊。我们看它的整个是祖宗的护法呢，它住在一个用骨头做的这个建筑房子里面啊，就是这种画法，在这个西藏的唐卡上是非常少的。我们所见过的有一张呢，是在布达拉宫，它有这种同类的这种题材的画法，非常难得。它的包括它的祖宗画的是非常有凶相的，它这个骑着它的战马在这种血海里面奔腾，非常有力量的。好，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一届造像啊，尺寸也是蛮高的，24.5啊，在造像里面是已经属于比较高的。这一件它2个腿部的这个赞刻好细啊。对，它这种赞刻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它是有一些这个索南杰赞的这个风格在里面的。这个属于就是说索南杰赞这个人呢是15世纪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造像的这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呢就是在尤其比较典型代表的就是他这个在身上呀、腿上，就是衣服上面有极细的这种赞刻啊。然后他这个站姿呢，其实也是稍微有一些这个我们说3折的一下这种折姿的这种站立情况啊，还是体态比较婀娜的。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我们继续往里走。这一组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有一组无底架的啊，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这个一般无底架的还是比较受这个市场这个藏家的喜欢，这些质量还是挺高的哈。对，这一期的质量比较高，对，是吧？这件上师，你看它的簪刻，我们说它这个簪刻呀，这种都是比较精细的，包浆也比较莹润，还有它这个底下的都是有这个满铭文的，嵌银嵌红铜哈。对，非常好，然后这次呢，大概有20件左右的无底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继续往里走，看一下这一个空间呢，就是呈现了一下中原的这个造像，还有这个绘画啊，这个佛教画。文殊普贤菩萨啊，这个是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菩萨。这个绘画的呢，其实就是看它这个画工什么的，还是有一些宫廷色彩在里面的。是它整个这个包括菩萨穿的这个衣服呀，它这种华丽的装饰造型啊，还有它这个比例，都是非常有宫廷色彩的。包括它我们看它做其这个6牙白象，这个6牙白象我们一般是不论在说西藏的绘画呀，还是中原的这个佛画里面，其实一般都是说只是记载说6牙白象，但是很少给它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表现的很具体，我们看这儿它是6牙白象啊，说明它当时是很细致的这个按照经典佛教经典来绘画的。早期就是看过唐代、辽代有那个6牙白象的，对，铜的，就是它越早期，它越根据这个经典来绘画啊。但后期像明代这种绘画，其实一般都不太细致了啊。像这种就是这一组的是很难得的，保存的也好啊。对，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我们看它的这个
不论是菩萨呀，还是它这个下面的这个狮子，尤其你看这个狮子啊，还是画的很有力度的。而且它这种装饰啊，其实这种是应该是穿着那种绣衣的，就穿着衣服的，这种在当时是宫廷的这种画法啊，都是比较高级的。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这张唐卡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也可以值得关注的一张。这个是这个觉囊派的祖师啊，独步巴。我们说觉囊派啊，其实它不论是祖师啊，还有这个造像，它有一个挺重要的特征，就是他喜欢戴这个念珠。对，手上念珠。对，他喜欢戴这个念珠，包括昨天那个嘉德拍了一个祖师，他们这个觉囊的祖师像拍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手里面持有念珠，而且他这个画工啊，我们看他这个画工是非常的细致的，不论是他穿的衣服呀，还有他这个台座上画的这种满垫的这个画工，他周围呢是他的这个13位弟子，然后还有一位门徒，我们说这个一般呢就是统称他是14大善知识啊，他的14位弟子算是，整体的画面是。非常的好的，觉囊的这种风格的唐卡呢，这一张算是比较精品的了，很少有能见到这么精品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一张，看这一件，这个背光其实立体的这个突出，我们可以给它侧面一个镜头，从侧面拍它，就是它这个浮雕的这种也是垂叠垂出来的，这个高度哈，对，这立体性非常强的，其实垂叠更考验匠人的这种对艺术性的把握。对艺术性把握呀，包括他对他的技艺的这个把握，要求都是很高的啊。像这种其实是在市场上反而是这种配件，很受欢迎。我们就在这儿简单的给他摆了一个这个宝冠释迦牟尼，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尺寸是有一点小了，它应该是在25、6公分左右的一个佛像，配它这个背光的话就是完美品。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尼泊尔的吗？对，这也是尼泊尔。对，好，我们具体再往这边啊，还有这个小鹿，这个独角鹿也是非常可爱的，就是这种有秀气的感觉在里面，秀气灵动的感觉在里面。而且鹿呢，它是在佛教里面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啊。尤其是我们说佛祖在鹿野月初转法轮，他是说法的时候，所以鹿呢，一般像这个西藏的，它这个门头上面呢有很多这种我们说祥林法轮，就是2个鹿中间有个法轮，它是其实是代表这个佛教教义的，有这个特殊的色彩。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大家也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托甲，这一套的托甲是无底架的啊，托甲我们就叫雷击石啊，就是铁做的啊。当时呢，它这个国外有个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这个突起呢，他当时在西藏那边这个就是作为考察的时候，他就在书里面记载说，这个西藏呢有一些这个托甲当时呢西藏的人就认为很珍贵，他要去买不给他卖就说这个藏族人认为这个是很神圣的啊，铁匠的这个铁都是贴身用的对，包括现在其实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好卖的啊，我看他们卖的都很好，确实是挺火的，对，关注度挺高的。我们走到这儿就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个噶当塔，这种塔呢，我们说一般的塔尺寸大概是10几公分到20公分，就是30公分左右的，就是属于比较大的噶当塔。但是这一件呢是70公分啊，尺寸呢是非常的硕大，我们可以站在一起，可以有一个比例，就是它的这个体量巨大，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就是可以移动的这种。噶当塔里面属于不能说最大吧，但是确实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件啊，还完整，关键完整，而且它很有特色。你看，我们有2个点，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能吸引到大家。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里面，我们镜头要从下往上打，它里面是这个满刻工的，这个有赞刻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这种莲瓣，就是这种大的这个凸起的莲瓣呀，是最吸引人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就是这种一般的我们看到的这种噶当塔啊，都没有这日月是吧？它日月很多都掉了，啊。对，很多一般都是到这儿了。对，日月很多都掉了。然后呢，它也没有这个力度，就是力度没有这么大啊。包括这个莲瓣，这种就是13世纪这种大莲瓣呀，是最迷人的啊，很大的凸起。
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对，这继续往这边走。这边的话，可以特殊的关注一下这一届宫廷的乾隆宫廷的造像。我们是一般就是说古天一这个缘起这一场，其实是很少拍这个。就说宫廷的，很少拍这个清代宫廷的，一般选的呢，就一般可能会每一场选几件，但是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的造像，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届这个6臂的大黑天啊，它是有典型的乾隆宫廷的做法，就是这种，它是有这种华丽，然后又有这种很标准的造像啊，就是宫廷的它是有很标准典范的这种制式嘞，然后呢，包括它这种火焰的这个背光啊，还有这个金水呀，都是非常漂亮华丽的。喜欢这个清宫造像的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它这个法器呢都是完整不缺的。这也是法器是吧？对，这法器都是完整不缺的，很难得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届唐卡。这届唐卡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就是重点介绍的，有点像大陆的那个中原画哈。对，就是说这种唐卡呢，其实它是最早的是就是说它又和西藏的传统绘画是不一样了啊，它有典型的这种中原绘画的这种特征了。这种中原绘画特征呢，包括其实从宋代的这种罗汉画，它是一脉相承的，影响过去，然后相互交流，然后到了永乐时期，对它进行更深的这种影响，然后产生的这种就是唐卡绘画，唐卡作品。我们看它的主宗呢是一个16宗者里面的其中之一，班固拉啊。我们看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它手里面有个吐宝鼠它吐出来这个宝珠啊，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记载啊，这就是它的这个特征。这底下呢是一位它的侍者啊，手持一个如意。它整体的这个画面呢是比较这个清秀的啊，我们看包括它这种借柱，还有这个下面的这个左下面这个借柱呢，它都是有中原色彩，这是这个内地的借柱的，中原借柱的特征。这张唐卡其实最特殊的呢是它这里面有个落款，我们拍一下看看给个特写镜头看能不能拍到，就是因为它是描金的，金呢有脱落了，在这里。对，就是在这个它借柱的这个窗户这里，有一些，它写的呢是承丁官烹公会啊，然后底下呢亲的是2方印，一个是官棚，一个是公画，这种就是落款和这种印章呢，其实是在这个清宫里面丁官棚绘画的这个落款，是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这个笔道呢，其实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和丁官棚的这个绘画比较了一下，是比较相似的啊。这个落款呢，其实就是年代也是比较老的啊，它不是后补款，就说这种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但是它呢，可以肯定它不是丁官棚画的，因为丁官棚的画呢，它这个绘画功底呢，就是和西藏的这种绘画的这个画师的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风格啊。对。所以呢，我们推测，就是说他是一个西藏的画家，是为了致敬丁官棚，然后所画的一种就是所画的一幅唐卡是当时这么一种情况，这个呢，我们后来呢就是找到这种相关的资料，说西藏有一个画家呢叫卡兹拉索，这个画家呢是在乾隆的时候呢是随着这个活佛来到北京，给乾隆祝寿的，这是卡兹拉索这个画家。然后呢，我们对比了这个介夫，就是那个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上他整理的一些这个卡兹拉索作品，其实是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符合的啊，包括有一些写柱的特征，就是它这种借柱呀，还有它借柱内的像这种花格式的这种地板砖都是很像的，包括整体的这种罗汉画。所以我们现在的推测呢，它有可能是卡兹拉索的一幅作品。当然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得等大家自己来了现场然后观看。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一届是我们本场是非常重要的一届
上师脸长像个猴子一样。对对。我们一般俗称叫它这个猴子脸，就是它这个是一世的伽马巴多松钦巴啊，它就是这种奇异的面相特征啊，它这种颧骨比较突起很有奇异的长相。我们一般说这个包括历史上的这些神奇的有大能力的人物啊，他一般都有很特殊的很特殊的地方他也是。而且现在是怎么说呢？包括3月份纽约的。还有刚刚结束，就是今天结束的巴黎那边的，上市拍卖情况来看，是全线的大涨，现在的价格都是卖的特别好啊。那我们这届呢，是因为这届征集的很早，所以价格其实还是特别低的，还没有，这个是去年就征集来了，所以在这个还没有涨价之前就征集来，所以现在价格是非常合适的，80万，现在这种的在国外卖的。都要300左右了，或者更高啊！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我们看它具体看它造像本身啊，它这个簪刻呀都是很细的，这个精水，就说它这一世伽马巴的这个都松钦巴呀，造像本身就不多，做的好的就少，而鎏金的就说做的这么好的呢是少之又少，这个可以说。是同类当中最精的一件，最美的，没有能超越它的。它坐在这个双层的莲瓣上面，左手这个禅地，右手捏着一个这个宝珠啊，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啊。我们看它的这个底下呢，它这个背面，是有这个顶礼这个多松钦巴啊，都是有这个铭文题记的，非常细致，而且我们看它的底都是原装底的，都没有动过的。非常难得，而且是这位藏家，就是我们这个委托方，他第一次请到这种佛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屋子外面天上是布满了这个祥云，这个红光，非常有奇异这个传奇色彩的一个造像啊。我们可以到现场来了，重点关注一下，对，感受一下。好，这一届也不错，这一届是过渡时期的，我们说尼泊尔的一个造像啊。它尼泊尔呀，早期的理查威王朝是4到9，然后9到12世纪呢，其实是尼泊尔比较动乱的一段时间。但是它这个动乱的时间呢，它的造像呢也是一直在发展，它吸收了这个帕拉的一些特征，就是说它在柔软的这个造像里面又有一些这个吸收了帕拉的这种坚硬的表达的色彩啊。然后呢，装饰呢也从这种朴素向到了这个马拉王朝的华丽的这种转变啊。我们看它这个包括有些镶嵌的地方有，但是不多，不像这个马拉王朝它这个镶嵌很华丽啊。但是呢，它也是因为在过渡嘛，它的这种站姿呢其实是非常优美的啊。我们看它从这个侧面，这些造像呢就是实物比照片要好看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开脸是比较甜的。尼泊尔造像呢，就是说它这个脸是最优美的啊，最笑容非常甜的，可以看一下。这届也可以关注一下，这过渡时期的造像好的不太多，这届也是同类当中比较精彩的一届。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里面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这里面都是3个空间是比较重要的重点这一届是米拉日巴唐卡，现在米拉日巴包括它那个造像呀，都过1000万了啊。就说这种风格的东西呢，这种题材的全都是比较受这个市场关注的。我们看它的画工呢，其实是很漂亮的。整体的这个唐卡呢，它是藏东的。藏东的风格呢，就是吸收了我们中原这个绘画的这个色彩在里面。它有这个有青绿的这种色彩啊，有这种由远及近的这种透视感。整体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它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常规款？常规款的米拉日巴呀，其实是我们看它下面因为它整体表现的是米拉日巴的传记故事它一般是一个手放在耳朵旁边是唱歌的形状。它这一届主宗呢表现的就是结禅定印这种瑜伽式的一个形象，还是比较特殊的，比较少的一些。好，
好，我们看这边过来的话，就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的封面作品。不是最贵的，但是呢是最具有这个西藏特色的一件造像，所以呢我们选它为这个本场的封面作品。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细致的图片来欣赏一个它的美。尤其可以再从高往下去扫一下，对。给它一个俯拍的镜头，它这个镶嵌，错银错红藤的这个色彩，还有它这个底下做的兽呢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狮子，自在做的造像呢，其实在造像里面，本身就比较有动感，本身就比较有艺术性了，对。我们看它是一个手是搭在这个右膝上啊，一个手呢是撑在这个莲花上，看它这边是一个莲花台座，很优美。这个是太优美了，不论是它的开脸呀，还是它的坐姿，还是它的这种镶嵌啊，都是可以说是最美的，包括它背后这种镶嵌，都是完美无缺的。它这个呢是有人提问说关注说我们这个手臂就是这种手臂有点长，其实呢它是这个按照比例来做的啊，整体可能是拍摄的角度问题。对，不，它这个整体的比例呢就是非常完美的，因为它这样手吹下来的这种感觉，我们说这个手指吹下来的感觉是非常漂亮的，包括它这个兽，我们看它这个是有一些呆萌，但是又有一些力量感在里面的，对。狮吼观音啊，值得这个重点关注的同类的这种造像的价格呢，其实都应该在150到200或者更高一些。这件的价格呢是非常低啊，现在呢是60万起拍。这件关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是我们一张早期的这个唐卡玛吉拉种，玛吉拉种呢，其实它是一个西藏的，就是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女性的菩萨啊。当时就说人们都有这种疑问，就说这个是不是只有男性可以成佛，女性可不可以呢？后来呢，就说我们看那个经典里面记载，就说释迦牟尼经典里面记载，就说是。人类啊，不分男女，它都是有这种慧根的啊，都是可以成佛的啊。这个呢，就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女性菩萨，玛吉拉种啊，她是站姿，是一个腿，你看抬起来的一个腿是舞动的这种站姿。这个呢是右手持的是达玛如，左手呢持一个铃啊，站在这种圆心的这种红光里面，然后它上面的呢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有2位，这个呢因为应该是噶举派的上师，因为它传承的是噶举派的教法，后来呢又创造出了一个觉域派啊，它就是一个觉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教法啊。然后这个四位呢是4个圈里面呢，它是4位空心母，这种早期的唐卡呢，其实就是以这种红色基调和蓝色的基调为主，红色的更多一些。它其实是学习这种尼泊尔的这种绘画，这个色彩在里面的，更暖光一些啊。而且呢，它是排列的是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来突出它这个深刻的这个教法，是早期的像宝聪的这么好的唐卡，其实是很难得的很少的，也这个是特别需要重点关注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走，这边可以给个镜头。这一组呢都是无底架的啊，有很多其实是非常好的，像这种释迦牟尼的这种本身故事，帕拉的石雕哈，对，它是帕拉或者是我们说这个缅甸蒲甘这个王朝的，整体来说，这种当年都卖过很贵的价格现在呢价格又比较低，然后包括这一届
这个莲花手这个菩萨坐像，这个也是尼泊尔早期的这种11、12世纪过渡的。我们看它这个背后这种传字纹，这都是早期尼泊尔造像的特征啊，也是自在做的这种莲花手观音啊，非常的漂亮。上面还有这个佛啊，然后包括它这种莲瓣呢，其实是有吸收这个印度帕拉的这种莲瓣在里面，这在过渡期的造像里面，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可以继续往这边看啊，这一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的这个黄财神。我们说造像呢，它就是小一点的这种寸佛，属于寸佛类的呢，它是随身佛，可以随身携带的啊。而且这个题材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黄财神类的题材的造像呢，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这边的呢，是我们看一下这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它呢是当时西藏的工匠学习这个尼泊尔王朝，就说这个马拉造像的一个作品啊。它是整体的，包括这个坐姿，包括这个铠列，包括这个三叶冠，它都是包括带着这个项链，还有这个臂穿，都是完全学习尼泊尔造像的这个诞生的一件作品。它是这种合金铜的材质，和尼泊尔的这种红铜呢是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造像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工艺来说是基本来说和它是非常相当的，可以说。而且看它的这种切的银野，好，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啊。这一届也是尼泊尔这种我们说红铜鎏金的这种莲花手菩萨啊，自在坐姿尺寸又是非常大的啊，头顶还有一个画佛的标志，这个佛像睡着了一样。他这个菩萨的这个面带微笑啊，很美的一个造像。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场另外一张非常重要的这个15世纪的这个唐卡。这么早呢？对，它是当时就说这种唐卡就是完全是和永乐宫廷的这种绘画罗汉画交流，这种汉藏艺术相交融的一种情况下产生的一张唐卡啊。我们看它的主宗呢是马尔巴大师。马尔巴大师呢，他是噶举派的祖师，他的在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就是上师的这个历史上地位呢是非常高的。为什么？一个是因为这个噶举派的教派众多，它有4大8小啊，他们教派很多。另外一个呢是，所以呢就是教派多嘛，他的弟子就众多，所以他这个地位就会高一些。另外呢，噶举派呢，他这个像这个帕竹噶举啊，这个噶玛噶举啊，在这个西藏这个众多教派里面呀，它都是有执政过这个西藏的，所以这个历史地位都很高啊。这一张呢，它是15世纪，就我们说是受永乐时期这种影响产生的一张绘画。永乐元年的时候呢，他是邀请这个明成祖永乐皇帝呢，他邀请这个五世噶玛巴德音歇巴他去南京。就是去南京，然后呢，永乐4年呢，德音歇巴终于到达了南京。当时呢，在灵谷寺做了这个普渡大斋，然后为朱元璋和这个皇后来祈福的这个借福的这么有一项这么个活动。当时现在这个拉萨这个博物馆呢，它是有一张这个当时绘画那种记录整个世界的一个绘画的。这张呢，我们看它是。马尔巴呢坐在中央，他整个这个背后这种松树啊是遒劲有力的。对，他下面的这个弟子呢是米拉日巴
啊，这种应该是米拉日巴的形象，就是一般和常见的也有不同啊，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下面尤其是我们看这个狮子和那个永乐时期的这个绘画，是完全一样的啊。永乐这个罗汉画里面就有这种狮子啊，包括在下面看这个密基金刚，是因为马尔巴呢把这个密基这个金刚的这种叫法呢带到了西藏，做一个后续的重要的传承。整体呢就还有一些这个青绿的闪水在里面，就像一个这个中约绘画一样。是，对，是非常漂亮的，挺传统的。对，当然这届我们是还有一个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它有过3次非常重要的出版。对，它有过包括09年这个鲁宾博物馆的出版，还有这个我看19年还是16年，对，16年呢，它后来又有个出版啊，包括最后呢是国内有这个我看，西藏人民出版社出当时马尔巴大师传记这个唐卡的时候呢，是作为这个选了它作为一个封面，足以说明这张唐卡这个的代表性。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这届也要介绍一下。这届其实也是就是受永乐时期影响下的一届作品，它也是汉藏交融的一个代表性的产物啊。它和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有一届这个佛像，就是我们说永乐的这个造像，是完全一样啊，不论是莲瓣呀，还有这种莲珠，还有它这种头冠、这种耳饰、项链。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这一届是不鎏金的，它那届是鎏金的啊。这是在这种就是说当时它这种汉藏交融的情况下，因为永乐皇帝当时给西藏赏赐了大批的这个造像呀，或者唐卡这个中原绘画呀，他们呢就开始模仿了这种开始有意的进行模仿。然后，当然这一届作品呢，就是当时模仿作品里面的可以不能说是最好的一届吧，但是绝对是属于顶尖的这个系列里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包括它这种莲瓣，还有它这种吹的这种带的璎珞，项链呀什么的都是非常精细的，而且包括它这个簪刻，细密的花纹啊。包括它这个开裂，还有它这个眼睛呢是有过描绘，但是眼睛呢应该是银眼的，都是非常细的、精细的一届作品，好，我们继续往下走，继续的话啊，这一届可以关注一下，这是一届比较特殊的法器，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搞清楚它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就是这中上顶端这一段呢，它有这个大明永乐年诗的这个题记，汉文和藏文的2种题记啊，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作品。整体呢是铁解金解银的啊，工艺也是非常华丽的，像个剑啊。对，但是这个具体的法器呢，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它的明确用途，而且它现在价格也很合适，是无底价的作品，好，我们这一场呢，就是缘起这一场呢，大概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还是希望大家明天的时候，明天正式开展，对，明天正式开展，能来现场上手观看一下啊，会更精彩。现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好，我们呢继续往下走，看一下这个万古这一场，这个生活空间美学。对，咱们转一下。怎么着？好，我们从这儿开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专场是做了3期，做了2期万古，对，这是第3期。那万古一直秉持的这种宗旨，就是中国我们传统美学的一个体现，这么一个专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剔红的漆器的一个小主题，然后呢，也有很特别的、很精致的，比方说这个它是锡胎的。它的胎是锡，锡胎的一个小香盒，它满雕的是这种大花卉，上下大花卉，这个花雕的，而且雕刻工它很深。对，这种就是有区别于这个日本雕漆。为什么现在的雕漆一直就是受大家
那个关注呢，其实大家还是想把日本漆和中国漆有一个很好的区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漆，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选了几件宫廷紫檀的一些小件，比方说这个紫檀的这种小笔帖，它是香港凤文堂当时收藏过的。下面是带款的。对。非常精，非常精细啊！就是它宫廷气特别足，里边是吉庆有余，就是有吉祥的。一般是宫廷的都是它做气必定吉祥，这就要有吉祥的寓意在里面。那这一件呢，它当时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小盛盘，用紫檀做的。我们看一下它底部的工艺都非常好。哇，这种它底下都是镂雕了。它其实是变形的这种龙纹，它这是龙，这是龙头，中间是十字宝相画。哇，这件太精细了。那这件如意呢，它也是比较精细的。你看有镶嵌的这个螺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工艺，上中下分别是用螺钿镶嵌的。然后背面也有浅刻，然后整体还是镂雕，工艺是很讲究的，因为只有在宫廷当时才能把这个技艺很好的发挥出来，民间是没办法把这些好的工匠为民间去做一些。这个笔筒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笔筒可能是我目前见到这个明代的紫檀笔筒里最大的。对，这因为紫檀